这大婚的日子，新郎官跑了，你这个新娘就没什么要说的吗？他当然有话要说，而且是一肚子的话。就在他吃糠咽菜苦修多年，准备下山创业，就穿到这里了。千丝楠木，古董青花，锦纱绸缎，红衫玛瑙，满屋子的锦绣珠玉，石状软红，连空气里飘着的都是昂贵的古檀香。这一屋子万金难求的奢侈品，仅仅只是房间的摆设。听说我还有数十万的聘礼嫁妆堆在库房，这是分分钟成为了千万级富豪。连我苦修多年的东正树也跟来了。萧氏，你不要以为嫁进了玉亲王府就敢在本王妃面前装傻充愣。实话告诉你，今日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就休怪本王妃不念及这大好日子。哎呀娘，你先别急啊，王妃嫂嫂她现在啊，就是知道大哥嫌弃她太震惊了而已。不过嫂嫂，你也先别光顾自己啊，还是赶紧好好想个对策吧。不然这新婚丈夫厌气不愿与你洞房的事传出去，明日你就是整个京城的笑柄，连带着我们誉王府都要跟着丢人现眼。可不是嘛，这大婚的日子，新郎拂袖而去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妃嫂嫂您是有什么毛病呢。你可听见了？若是因你的坏名声带累了整个王府，那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好了。这怎么行？这都到手里的10多万两，还有屋里的元青花、元锦纱、翡翠玛瑙，就连地上的皮毛毯子，那都是我的。王爷他在何处？大概他在金雀楼。金雀楼连名儿都带金，一听就是好地方啊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他。啊，你要去金雀楼找他？金雀楼可是青楼，萧图他不知道吗？不错，新婚大喜，洞房花烛，你若能将她哄回来，顺利圆了房，那这个誉王妃还是你的。若你有本事再生下嫡子，那将来这整个誉王府也是你的。好，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若你做不到的话，那不可能。哦，你这么肯定？当然。哼，王爷之所以不肯与我圆房，那是因为他还没见过我。我萧兔，一个活了几10年的老妖，呸！现代紧追时尚的伪少女，见多识广，积累多深，还拿不下一个10几岁的古人小子？哼，开玩笑！赶紧走。夫人，您是第一次来吧？楼上雅间请。我是来找人的。不知道客人您找哪位？誉王。冒昧问下客人，您是？誉王妃。誉王妃。人群里一位婢女此刻一脸惊诧地看了萧图一眼，转身就朝楼内走去。小雨来找我，应该是有事。唉，那你去吧。那我过去了，你可不要趁我不在偷偷悔棋啊！是谁总是悔棋啊？要不要本王帮你回忆一下？哪里有了，我那只是刚开始，对下棋还不太熟罢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都是你的理，本王答应你就是了。那说好了，在我回来前，你先不准动。小姐，出事了！我刚才见到誉王妃了。誉王妃？哼，她竟然来了。是，说是来找誉王。这个女人还真是半点不在乎脸面，竟然敢到青楼里找人。可不是嘛，这誉王妃如此豁得出去，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。小姐，你要赶紧想办法，不能让两人见面啊。听说今日云水见的那些贵客又来了。是，刚刚奴婢还听下边议论，里面好塞死了人。这些人每次来都要见血，也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。你叫人把誉王妃引过去。可小姐，那毕竟是誉王妃啊。你怕什么？大不了就是下人带错了路。至于人进了云水见别人对他做什么，那就是对方的事情。是，奴婢现在就去办。乐公公，有人求见。谁啊？说是誉王府上的。哟，这不赶巧了吗？福公爷这正说着誉王府，这就有人送上门来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叫进来吧。夫君，这皮肤手感可真好啊。你叫我夫君？你我今日已经成婚，我叫你夫君有什么不对吗？你我成婚？怎么，莫非王爷不想认账，还是真看不上我这位新王妃？你竟不怕本
何要怕？婚都结了，你现在是我的了。我是你的。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敢对我如此讲话。我还有更不错的，王爷你要不要试试？你如此特别有趣儿，本王自然乐得一试。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哦。宁错只见怀里妖娆身影一扑，他还邪肆笑着的冷唇就被一张小嘴儿直接给亲住。现在你应该对我满意了吧？满意，确实很满意。夫君来此处玩乐，却只见烈酒，没见半点丝竹乐声，似是觉得无趣。确实如此，不过还好，今日夫人来了。人无趣就是无聊，无聊心情就不好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找点快乐的事做了。快乐的事？是啊。萧兔柔弱无骨的手开始游动，身体更是如藤蔓，整个攀附而上，红唇慢慢的抚在男人的耳边。这事就是……哼，当真是大胆，什么话都敢说。说算什么？我还敢做呢。看来你当真是不怕死。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。28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凡夫。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叫人骨髓枯。夫君，你试试，是不是真的？好，本座试试。翌日，烈日高悬，大红暖帐。这就走了？不然呢？再来一次。你昨晚不是说什么都不愿吗？这不是上瘾了吗？上瘾也忍着吧，你不回去没事儿，我若再不回去，老王妃该派人来找了。哼，真想，那就早点回家吧。哎呦，我的娘哎！哎呀，真是没眼看呀！鬼叫什么？哎呦，我的爷，瞒了这么多年，爷这叫成为男人。可您是太监呀，还是太监头子，这是要……意识到危险的小乐子立刻闭嘴。事情查清楚了吗？查清楚了，昨日是有人故意将玉王妃引到此处。故意？是，应该是不安好心。可玉王妃没见过玉王，所以就把您当成了她男人，于是你俩一拍即合就睡了。什么一拍即合就睡了？这是胆儿肥了呀！爷，您这手段最近又精进了不少啊！灭玉王府之前，先辱人妻，再灭满门，可真是杀人不！哎呦，什么先辱人妻？舌头不想要了？哎呀，这不是看爷您今日心情好，开个玩笑嘛。那爷，这位玉王妃，您是准备留还是不留啊？那你说，该不该留？玉王妃瞧着就是个妙人，如此有趣的人，自然是该留着，给爷找乐子。你眼睛倒是很利，他何止是有趣这么简单，那就是浑身裹着香甜蜜糖的毒药，还是能要人命那种。哼，看本座发现了什么？这个比看玉王府灭门还要有意思。您这是……你还有脸问我？我问你，你昨晚说是出去找王爷，这都1夜过去了，王爷人呢？王爷人在金阙楼啊。王爷既然还在金阙楼，你为何还要回来？亏我昨夜以为你信誓旦旦一定能成，结果已经成了。什么？我说我跟王爷已经成了。你是说你跟王爷已经……是，虽然没回王府，不过我已与王爷圆过房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，不信你可以问小芷。老王妃却是没问那丫头，而是直接给自己贴身嬷嬷打了个眼色。后者快速上前，手在萧兔手腕上一搭，跟着立刻朝老王妃点头。哎呀，好好，你做得很好。既然如此，那我现在算是实至名归的玉王妃了吧？不错。昨日疲惫一夜，那我就先回去睡了。去吧去吧，好好休息休息。哎呀，想不到还真成了。是啊，
王爷心有所属，更有红颜知己，是难得的痴情男儿。没想到竟然对萧家这位肯了。王妃梳洗好了，可想吃些什么？有菜单子吗？这倒没有，不过府里都是各地大厨，只要您说得出名，王府的厨子都能做。那就先来个黄焖鱼翅、烧鹿筋、佛跳墙、爆炒凤舌、八仙过海、樱桃肉、豉油蒸东星斑。就先这些吧。王妃，这些会不会太多？你可不要小瞧本王妃的胃口。我是说厨房不一定会。不会，你去说就是。那好吧。王妃，真让你给说准了。我说您要吃，那边一口就答应了，说早早就得了老王妃的命令，要什么给什么。老王妃这般看重王妃，老爷夫人若是知道了，定也就放心了。你还知道回来呀？都是儿子的错，惹得您心中不悦了，母亲恕罪。你有什么错？是我这个当娘的错，非要逼你娶个不喜欢的王妃，害你大婚之日拂袖而去。母亲别恼，孩儿真的知道错了。哎呀，这是做什么？赶紧起来，我不生气就是了。我就知道母亲最舍不得我了。昨日大婚之夜，你虽然甩袖走了，不过我吩咐王妃去找你后，你能想开，我这个当娘的呀就已经不气了。王妃昨夜去找我了？是啊，怎么你不知道？我自是知道，只是刚知道原来是母亲让她去的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去萧氏啊也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你放心好了，事情母亲已经都帮你安排好了，就等嫡子出世，不管是蓉儿还是你那位红颜知己，母亲都帮你赢回来。萧氏昨夜去金阙楼是怎么回事？回王爷，是老王妃见你走了，生气极了，这才逼着对方至青楼找您。我问你的是，萧氏昨夜去了金阙楼待了一夜，府里竟然没有人来报。王爷息怒，王妃去了金阙楼本就是找您，所以就……下次再出现这种事情，你这个王府大总管就不要干了。是。昨夜我们的人可曾见过王妃？不曾见过，不过刚才属下叫人去查了，昨夜王妃进了金阙楼后，就跟丫头找了没人的房间偷偷待了一晚，今儿天亮了才敢回来。她倒是聪明，竟然用这一套骗住母亲。不过如此也好，让她替我安抚好母亲，等本王腾出手来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她消失。夜幕降临，金阙楼上，听声音，王爷好似在欣赏歌舞，这个可以有啊。咱们也去欣赏欣赏。有这么好看？好看。这家伙比昨天看着更诱人了。怎么一天不见，这么想念本王？那是当然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。这话本王还是第一次听人对我说。你如果喜欢，我天天都愿意为你讲。哎呀，有趣儿的小东西。我不喜欢这个称呼。哦，那你喜欢本王叫你什么？萧兔、小兔、小兔兔？叫我娘子、夫人都可以。这是是王爷的杯子，王爷爱洁。哎呀，夫人呐，您如果需要，我帮你再倒一杯子。你家王爷刚才吃我嘴巴那么起劲时，可没你说的什么洁癖。也就你敢如此调侃本王啊？哼，难道只准你嫌弃我吗？本王可从没这么说过。是属下多嘴，请夫人恕罪。我很好奇，若我不恕你的罪，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啊？小乐子愣住，他看着笑眯眯的女人，呆呆的说不出话来。
宁错，瞧着自家属下的样子，忍不住就是一乐。哼，这还是那个宫里太监宫女闻之色变的乐公公。起来吧，下不为例。王爷最近似乎很闲啊，整日里待在金雀楼取乐。如你所言，此处确实乐子不少。哦，都有哪些？哼，你想知道这些？是啊，王爷说来与我听听。说有什么意思？本座请你看。真的？在哪里？那下面不就是？下面。萧兔扭头看向大厅，舞娘还在热舞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人观看，这群舞娘的表情此刻都有些急了，特别是那位异族装扮的细腰美女，作为主角的她急得眼睛都要喷火了，而且吧，细看对方喷火的目标竟然是她。你早知道了？你也知道了？是不是明摆的嘛？快说说，你们是什么仇啊？分尸寸节，扒皮抽筋，灭门抄家，诛人九族，总有一样吧？这听着也太反派了吧？你是在朝廷刑部任职吗？不是，是比这更可怕的地方。啊，那有空我可要去见识下。每次都能让本王耳目一新的回答，有趣，真是有趣死了。哎呀，别乐了，好戏要开场了。你看起来很期待。那是。怎么还在跳？这舞挺长时间了。你不知道你坏了人家好事儿。这个我看出来了，那一族狐姬装扮的舞娘似乎就是刺杀你的主力，可我来后，她就没了近你身的机会。你就算不来，他也进不了本王的身。知道你洁身自好啦，不过现在怎么办？他们看着很着急啊。要不我坐一边，给他让个位置。无需。那我就只能给他们鼓鼓劲儿了。鼓劲儿？家人拿把琵琶来。只见他细长的小手抬起就往琴弦上一划，醒目又隆重的乐声乍然而起，一手十面埋伏如江河倾泻直冲而下。大厅不少人的额头开始冒汗，特别是本在跳舞的舞娘们，这首曲子就是在提醒他们，战场已经摆好，死战即将开始。上！这个人先别杀。哦，你要留？是，我有用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吃亏的。说说看。还说什么？我刚才弹琵琶的时候，你一直盯着我看，不就是想这么做了吗？本王想做的可不仅是如此。时间不早了，今日可跟我回家啊。这么想本王跟你回去？还好啦，如果你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说着就扭头走人了。爷，萧夫人刚才走的时候带走了昨夜的那个刺客。你觉不觉得他每次晚上过来跟早上走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？这个奴才没仔细观察过。就是晚上来的十分热情，早上走得过于利落。啊，这个奴才没注意。不过说到这个啊，每次萧夫人先下床走，奴才倒有点不太适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按照一贯常理来讲嘛，一夜欢好，心情舒畅先下床的那个一般都是男人。所以呢？所以奴才每次看着先出来的是夫人呢，你有这般模样躺在床上，就感觉主子好像才是被睡的那个一样。小乐子打趣的笑，在男人侠眸瞥来时戛然而止。昨日查的资料可核对好了？启禀主子，都好了。可萧夫人的信息与前日所查丝毫不差。丝毫不差？
一个是能被虫子吓哭的世家小姐，一个能笑着为杀人奏乐。你告诉我这是同一个人？属下也觉得差别太大了。那主子，属下再去。不用了，不管他是谁，本座根本不在意。本座要的只是那个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主子，您话里说着人家吃了雄心豹子胆，可语气半点怒火都没有，反而兴致还很高涨啊。虽然夫人本人的事儿没弄清，不过属下倒是查到一点跟夫人有关的事儿。哦，夫人本是勋贵之女，可祖上早已没了爵位，如今父亲兄弟皆赋闲在家，只是家产颇丰厚些。这样的条件，爷，您猜猜，这偌大的裕王府为何偏偏相中她做王妃呢？左不过有利所图。爷，您一语中的。裕王爷继承爵位多年，今年已有20有2，却迟迟没有成婚。盖因其从小就钟情其青梅竹马的荣昌郡主，这位裕王真爱，其身份也不得了，是本朝少见的异姓东陵王的嫡女。东陵王手握30万大军，已经镇守东陵近10年了吧？可不是嘛，裕王与郡主这对小情人相爱却不能相守，当真是可怜呀。继续。是这位荣昌郡主，虽然身份尊贵，可惜娘胎里带了弱症，3天2头的就要生病。医师曾断言其可能一生都不能生育，所以裕老王妃知道此事后，说什么都不肯答应儿子婚事。裕王爷呢，也是痴心一片，老王妃不答应，他就不娶，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。那现在如何又肯娶了？老王妃眼看着拗不过儿子，所以就想了个计策，借腹生子。好一个借腹生子，就是萧夫人了。哼，生完之后呢？去母留子，迎娶荣昌郡主。倒也是难为这裕王府了。何事？乐公公，皇上急着找都公爷，已经叫人来催了3回了。那就去吧。